最强战力要为对话服务。机动战士高达00剧场版先驱者的觉醒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NT0000，双欧高达 Kan 是为纯种变革者的刹那开发的新一代机动战士高达，也是为了应对伊欧利亚计划的第3阶段准备的机型。在这一阶段，人类基本完成统一，将向外太空全面进军，随即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也会一同到来。所以相比之前天人组织开发过的高达机体，双欧高达 Kan 就不再是个单纯的作战兵器，还背负着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可以说，双欧高达 Kan 是伊欧利亚计划的关键，其设计来源据说就来自于准变革者集团。设计过程具体信息目前不详，只确定设计和技术相关资料保存在 VEDA 上，而且还将机密等级设置为最高的 Level 7。而在与利冯兹率领的准变革者进行决战时，皮耶利亚的意识成功与 VEDA 结合，由此获得全部权限，看到了伊欧利亚计划的全貌。这里面就包括了双欧高达 Kan 的信息。在与准变革者的战争结束了以后，成功将双欧高达 Kan 的信息提取了出来，然后交到伊恩瓦斯提夫妇负责制造。对于这架双欧高达 Kan， 伊恩瓦斯提夫妇依然保持了以往的拼劲，用了2年时间将其制造了出来。而在完成制造的时候，伊恩瓦斯提夫妇还对这架高达给予了这是一架终结战争机器的评价。由此可见双欧高达 Kan 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其中最关键的部分，那就是双欧高达 Kan 使用上了全新打造的双炉系统，其配置与2年前就投入使用的双欧高达基本一样，也是配置了2台太阳炉来为高达提供动力，但安装的位置则有所不同，由原来的2间位置改安装在了机体胸部和左肩的 GN 实体盾上，并且配套的2个太阳炉都是全新制造。2个太阳炉不但在造型上发生了较大更改，还解决了原先同步率需要进行协调的问题，现在只要一启动就能达到完美同步的程度。而且不仅如此，这2个太阳炉还能组合到一起形成串联，从而进入量子爆发模式，释放出前所未有的 GN 粒子浓度。然后就是左肩的 GN 实体盾，还兼具有原先双欧高达强化战机的稳定器功能。换句话说，也就是将强化战机简化到了高达机体上，这样双欧高达 Kan 变得不再臃肿，也省去了另一名驾驶员驾驶强化战机需要进行配合的麻烦。同时在 GN 实体盾上还有6个 GN bit， 也就是 GN 单元，并将这6个 GN 单元分成了 A、B、C 3种各2个，而且 GN 单元跟 GN 獠牙一样，能在其中一端输出 GN 粒子来脱离高达进行机动，然后通过驾驶员的脑能量波进行控制，就能发挥出这6个 GN 单元在攻防2端的各种作用。比如当6个 GN 单元围成一圈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范围的立场，能够防御来自一个方向上的各种攻击，即使是巡洋舰级别的高能攻击也不在话下。而 GN 单元在攻击方面的作用， A 和 B 这2种 GN 单元可以直接手持用于攻击，这个对在与机动战士进行接近战时会十分有利。而除了手持攻击之外，3种 GN 单元也可以和右手携带的 GN 剑舞进行组合，而 GN 剑舞这把武器是由枪与剑相结合而成，在 GN 剑3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属于是专为纯种变革者开发的一把武器，能够与新的双炉系统完全共振，发挥出最大威力。算上左肩 GN 盾上自带的 GN 光束枪， GN 剑舞可以转换成枪模式，然后2边同时输出巨大光束来对敌造成重大打击，而且持续输出的时间很长，十分有利于打击数量众多的各种目标，甚至还能进行超远距离的精确射击，一度在大家还没察觉的时候瞬间就击破了ELS 拟化的机动战士，其表现出来的威力和准度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如果与 GN 单元进行组合成破坏巨剑，那么输出的威力将会突破天际，足够对上千公里范围大小的目标造成重大伤害。像枪模式就会输出长达上千公里的 GN 光束，基本上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会被 GN 剑舞的破坏模式在地图上直接一扫而空。可以说，这个破坏力已经达到了星际级别的门槛，战力与之前高达机体的差距拉开到了一个数量级之上。而在近战方面，同样破坏力巨大，即使是月球规模大小的目标，将其完全破坏也不会花费太长时间。尽管双欧高达 Kan 的武装偏少，但自身所具备的战斗力足够作为底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在制造双欧高达 Kan 的时候，伊恩瓦斯提对原先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一点调整，那就是使用了能天使高达的头部造型，来使人们回想起最开始武装介入时的能天使高达形象。而与能天使高达头部稍微不同的地方是，双欧高达 Kan 的头部多了控制 GN 单元的辅助天线，该天线是用来加强 GN 单元的操纵能力，可以让驾驶员通过脑能量波对 GN 单元自由操纵进行作战。
到这里基本上能看出，双欧高达 Ken 的战斗力已经是远超于同期新投入的御天使高达和妖天使高达。不过作为优先进行对话的机型，双欧高达最核心的部分反而是量子化系统。该系统一旦展开启动，进入量子爆发模式，2个太阳炉就会进行组合，露出胸前。同时，4只的外甲部件也会进行抛离，也是直接露出8组 GN 电容器进行展开。紧接着 GN 单元再自身围成一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GN 力场。于是，在这种力场加持的相互作用下，瞬间就爆发出了远超于 Trans-M 的 GN 粒子浓度，这样一个高浓度的 GN 粒子空间来与对方展开对话。但要促成这场跨越星际级别的对话，其关键还是承载这些信息量的纯种变革者，也就是驾驶员刹那 F 轻鹰。但是之前就有提到过，在与率先前来的一小股地外生命体 ELS 进行接触时，刹那驾驶的双欧高达强化模组电容器型就释放了大量 GN 粒子，尝试与 ELS 进行对话。由于对 ELS 缺乏足够的了解，结果刹那被难以想象的巨大信息量造成了巨大冲击。于是这次对话不但直接失败，还险些被 ELS 侵蚀同化。而且更加麻烦的事情是，这次尝试对话产生的巨大信息量还对刹那的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虽然在提耶利亚等众人的帮助下，成功脱离 ELS 返回到了托勒密2号上进行修复治疗，但刹那却陷入了昏迷，长时间没有苏醒。而就在这个时候，与月球体量相当的 ELS 本体从木星的黑洞中出现，正率领一大波 ELS 向地球圈快速前进。这个数量规模远远超出了地球的现有全部战力，预计战力对比达到了惊人的10000:1的程度。于是形势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面对这个情况，无论天人组织还是地球联邦政府都选择了做好战斗的准备来阻止 ELS 入侵到地球。这个时候，双欧高达堪也完成了调试，送到了托勒密2号上，但是这架高达只能由纯种变革者来驾驶。此时仅剩的纯种变革者刹那 F 轻鹰还在昏迷当中，不过好在最终决战开始打响没多久，昏迷许久的刹那终于苏醒了过来。为了防止再次对话产生的巨大信息量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双欧高达堪送来的时候，提耶利亚便要求伊恩瓦斯提将 VEDA 的小型终端安装在驾驶舱内，由自己相结合的 VEDA 来帮刹那梳理与 ELS 对话带来的信息量，从而降低巨大信息量对刹那带来的冲击。于是这个 VEDA 的小型终端就安装在了驾驶席后方的位置。当双欧高达堪启动了以后，就与 VEDA 完成了连接，进行数据同步。这个时候提耶利亚就能与刹那共同战斗，一起进行这场对话，然后通过驾驶舱新的显示面板呈现在刹那的眼前。这样伊欧利亚计划里的太阳炉、VEDA 和变革者3个关键要素就集中在了双欧高达堪这个机体上。接着在完成了所有准备后，双欧高达堪便在弹射器的辅助下脱离托勒密2号，与从托勒密2号上发射的 GN 导弹一同冲向了最终决战前线，并在众人一起开路的帮助下，成功从一个炸开的洞口进入到了 ELS 本体的内部。在到达 ELS 本体的核心地带了以后，启动了量子爆发模式，接着按照出击前所准备的那样，在提耶利亚操作 VEDA 的辅助下，成功与 ELS 进行了对话。于是 ELS 便停止了向地球前进的步伐。这场人类与 ELS 的最终决战便到此结束。然后刹那驾驶双欧高达 Ken 通过 GN 单元组成的空间跃迁传送装置，以量子跃迁的方式前往了 ELS 原来的母星，来为这次对话画下了完美的句号。而当刹那驾驶双欧高达堪返回到地球的时候，双欧高达堪已经跟 ELS 进行了同化。这个同化后的高达机体就称为 ELS 双欧高达堪，也称为 ELS 双欧高达量子型。其整体造型明显的变化是背后多了几根向外延伸的部件，而已抛掉外甲的四肢又包裹了一层新的外甲，造型风格跟原来相比有了较大差异，与 ELS 的造型风格比较接近。至于高达上的功能有没有发生变化，目前仍不得而知。只有 ELS 双欧高达量子型返回到地球的时候，整个高达都开满了鲜花，从而显示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而作为驾驶员的刹那 F 轻鹰，在与 ELS 交流融合后，已经觉醒成了先驱者。此时他已经明白了玛丽娜伊斯玛仪的心意，所以一回到地球就先与玛丽娜再次相见。但这个时候地球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玛丽娜已经老去并且失去了视力。不过在彼此互相理解拥抱了以后，玛丽娜跟刹那一样以 ELS 方式同化，然后由此恢复到了青春的模样。就这样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从而了结了彼此之间多年的心愿。而最后需要补充的信息是，
双欧高达看在制造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型号为 GNT0000FS 的双欧高达量子型全刃式，可以很明显看到背后多了个圆锥状的组件，其主要作用是当高达上的双炉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时，这个组件就会像强化战机一样来发挥稳定器作用，包括左边还设有接口连接左肩的太阳炉，这样稳定器就能同时对2个太阳炉发挥作用，从而确保高达稳定运转。之所以增加这么一个组件，是因为伊恩瓦斯提对双炉系统不是很放心，以他的开发经验，始终觉得无论这个双炉系统设计有多完美，还是性能有多高，能否正常稳定启动一直都是个重大挑战。因此为了避免遇到这个情况，就开发了这个组件安装在高达机体的后背上，然后就是稳定器左边还连接着左肩的全刃式模块，这个部分就是名为 GN 剑4的武装模块，其模块上的这个位置设置有可伸缩的剑柄，可以手持作为近战武器对敌攻击使用。由于体积十分庞大，因此 GN 剑4是需要通过双手持有进行使用，其破坏力与组合 GN 单元后的 GN 剑5相当，所以威力同样十分巨大。在对付机动战士时，对方很难有还手之力，包括各种大型目标在内， GN 剑4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破坏，造成重大打击。而且 GN 剑4上还有3把 GN 枪刃，能够作为射击武器在远距离对敌进行攻击，既可以进行精确射击，也能作为火箭炮进行大范围火力打击，火力上同样不比 GN 剑5逊色，并且还能单独拆卸2个，组合成回旋镖投掷攻击使用，如果有必要，也能直接手持作为全刃近战使用。可以说 GN 剑4的作战功能多种多样，基本涵盖了高达从近到远的各种作战能力。但是全刃式模块在装备上高达后，也影响了双欧高达看原本的量子爆发这一功能的使用，所以全刃式双欧高达量子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话失败的应对方案。据称，VIDA 又以全刃式双欧高达量子型进行了模拟战演算，在驾驶员是纯种变革者刹那 F 轻鹰的前提下，只要大概连续作战1周时间，就能将地外生命体 ELS 全部消灭干净，而且这个过程是以完全不停歇的方式来进行。虽然 VIDA 是演算出了以战斗的方式获胜的可能性，但这是基于 ELS 入侵地球时的数量来计算的。如果 ELS 本体具有大量增值的能力，又或者从木星黑洞又增加了新的 ELS 前来支援，那么这个 VIDA 演算的获胜结果将不成立。所以需要庆幸刹那与 ELS 的对话获得了成功，人类整体这才得以上升到了全新的维度，从而获得了全面向外太空进军的能力。人类社会也由此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星际文明的阶段。